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古川武士先生所著的《夺回人生主导权的早起技巧》这本书。如果可以做到自然早起，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尝试。近年来，关于晨间活动和早起技巧的书籍广泛出版，并大受欢迎。这表明许多人希望通过早起，改善日常生活节奏，提升生活质量。当我们从繁忙的日常生活和由此产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时，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和人生变得更加明亮、更加美好。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早起不仅能改变一天的节奏，还能改变人生；第二，早起的基本技巧与5项原则；第三，适合我们的睡眠时长以及改善入睡的技巧。首先是第一部分，早起不仅能改变一天的节奏，还能改变人生。开始解读吧。请想一想，您通常几点起床？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间起床呢？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因为不在那个时间起床就赶不上上班。仔细想想，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您的起床时间是被公司的时间所决定的。如果您是因为害怕迟到而设定起床时间，那么您实际上是以被动的状态开始一天的生活。所谓被动，是指您被某种外在的事情所驱使而不得不行动的模式，被动生活的恶性循环。当您的起床时间是由不得不决定的，那么这一天很可能就以受外界摆布的方式度过，比如时间紧迫，勉强赶到公司，被上司临时安排任务，突发紧急事件让你应接不暇，下班时间被拖延，最终忙到睡觉为止。您可能会发现自己像个被外界驱使的机器，处理不断到来的工作、人际关系和突发问题。这种状态会导致恶性循环，即使过了周末，生活也无法改变。您可能会通过熬夜看电视或饮酒等方式缓解压力，但早晨依然拖到最后一刻起床，导致上班前感到被追赶，毫无余裕，被满员电车或交通堵塞弄得烦躁不安，行动迟缓而产生自卑感，没有时间规划，只能随波逐流，从早上就被突发的任务搞得手忙脚乱，缺乏自己的时间，压力倍增，自我形象下降，幸福感减弱。这样的生活就是典型的受外界摆布的被动模式。如果您能够在自己设定的时间起床，那么自然会摆脱负面循环的束缚，您将能够从容地出门上班。在通勤或开始工作前，规划好当天的计划，通过明确自己的意图，将优先事项整理清楚，并在预定的时间内逐步完成任务，您将能够建立一种可控的生活方式。当生活模式转变为主动型时，人们会奇妙地开始拥有更加积极的思维方式，这不仅让工作变得愉快，还能提高专注度。许多人因此迈入人生的良性循环。早起是一种重要的习惯，是开启主动生活模式并掌控人生主导权的第一步。从夜行生活转为早行生活后，您将可能体验到以下的生活方式：从早晨起就精神充裕，不用挤满员电车，甚至能坐着读书，因比别人更早行动而感到优越感。通过计划实现高效且有条理的工作，能从早上开始处理最重要的任务，减少加班时间，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有更多时间享受兴趣爱好，陪伴家人或进行自我提升，提高自我形象，感受到更多幸福与满足感。如果您实现了这些生活改变，那么您的人生必将发生巨大的转变。现在是时候摆脱为公司、为工作被迫起床的生活了，享受早晨的积极循环吧。不过，也有一些人可能已经多次尝试早起，却未能坚持，甚至认为自己做不到。如果是这样，首先不要把无法早起的原因归咎于意志力。人类的大脑天生有一种维持稳定与安全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大脑倾向于保持现有的节奏，而排斥任何变化。正因如此，当我们尝试建立良好习惯时，大脑会自动抗拒改变。这就是所谓的3天打鱼2天晒网现象的根源。要改变这一现状，
养成新习惯或戒除坏习惯，就必须持续下去，直到大脑将其视为日常行为。我们的大脑通过体内生物钟，也称昼夜节律，来调节日常节奏，白天保持活跃，晚上进入休息模式。因此，建立早起习惯的本质就是调整体内生物钟。这个过程通常需要3个月才能稳定下来。为此，需要了解以下2个关键点：每天早晨晒太阳。虽然生物钟的自然周期是24小时，但清晨的阳光能够每天重置体内生物钟的节奏，帮助其适应24小时的周期。逐步调整生物钟的节奏，涉及大脑、内脏活动、血压、自律神经和荷尔蒙的变化。因此，突然提前2小时入睡或起床，并长期坚持是不现实的。建议从每天调整30分钟开始，逐步适应。接下来是第2部分，详细讲解早起的技巧和基本5原则，帮助您更有效地实现早起目标。您可以边阅读边核对自己以往的方法是否存在问题。以下将逐一解读这些原则。第1原则，关注睡觉时间，而非起床时间。大多数人过于重视起床时间，比如设定目标，我要早上5点起床，然后设置闹钟，但很少有人考虑调整自己的睡觉时间，结果就是严重减少睡眠时间，导致早晨难以抵抗困意。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解析，帮助您找到真正有效的早起方法。这很显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即使设法早起了，但由于睡眠不足导致白天表现下降，到了第2天，就会因为困意太强而无法单靠意志力起床了。因此，一开始的目标不应该是早起，而是提前睡觉。即使无法达到理想的起床时间，只要专注于早点睡觉这一行动，逐渐养成遵守早睡的习惯就可以了。第2条早起原则，避免睡眠债的产生，确保充足的睡眠。什么是睡眠债？睡眠债是睡眠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相较于人体所需的睡眠时间而言，睡眠不足的累积欠账。比如，如果一个人需要7小时的睡眠才能使身体和大脑充分恢复，而实际只睡了6小时，那么就产生了1小时的睡眠债。如果这种睡眠债不断累积，人们就会在休息日补觉，试图一次性偿还欠下的睡眠债。然而，最理想的情况是避免睡眠债的产生。原因有2点：一，需要偿还睡眠债会打乱起床时间；二，当睡眠债累积后，为了弥补欠下的睡眠，势必会有一天起床时间被延后，这会干扰生活节奏。睡眠债会降低醒着时的精力水平，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工作表现，还会使整个人的状态变差。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状态、享受生活、保持愉快心情和过有意义一天的关键。第3条早起原则，一次只培养1个习惯。为什么一次只培养1个习惯很重要？在试图培养新习惯时，我们通常充满干劲，然而大脑为了维持现状，会抗拒变化。结果，如果同时尝试多种习惯，很难坚持下去。例如，目标是早起后去跑步，或者早起后学习英语。这些目标实际上是同时尝试培养2个习惯。这种情况下，即使成功做到一项，另一项可能会拖后腿，导致整体目标失败。虽然起床了，但没有动力学习英语，结果又回去睡觉，因为下雨放弃跑步，从而让早起目标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与其同时设定多个目标，不如专注于早起这一个目标。成功早起本身就已经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了。如果你已经成功建立了跑步或学习的习惯，或者这些活动让你感到愉快，并且能够自然地进行，那么可以加上这些额外的目标。否则，建议先专注于早起，再逐步加入其他习惯。如果实在想同时进行多个习惯，也请明确主次关系。主目标如早起必须实现，次目标如学习或跑步只在状态好的时候进行，做不到时不要责备自己。第4条早起原则，瞄准核心关键点，中心之锤的概念。
中心之锤在保龄球中指的是正中间的那根球瓶，要想击倒后方的其他9根球瓶并获得权重，就必须瞄准并击倒这根中心球瓶。实际上，改善生活习惯也是如此。通过遵守某一个关键行为或规则，可以扭转整体的恶性循环，带来积极的变化。要改变生活习惯，首先需要对整个生活进行可视化分析。为了从夜行的恶性循环转变为早行的良性循环，需要把握以下2点：一、找出必须遵守的行为或规则，从而建立早行生活的良性循环；二、彻底坚持这些行为和规则，直到良性循环开始运转。早起习惯的中心之锤，要建立早起的习惯，优先事项是确保守住睡觉时间。因此，影响睡觉时间的关键行为或规则就是早起的中心之锤。例如，如果洗澡后容易犯困，但总是很晚才洗澡，那么调整洗澡时间就是改善睡觉时间的关键行为。如果熬夜是因为回家太晚，那么守住下班时间就是关键规则。针对这些中心之锤，可以从简单的变化着手，而不是试图同时改变多个习惯。关键是设定一个明确目标，并通过简单的对策专注于改善。应对生活习惯的瓶颈因素。瓶颈因素是指那些妨碍理想生活习惯的突发事件或诱惑，例如聚餐应酬、家人与自己不同的生活节奏、周末的活动、特殊工作安排、上课安排、看手机或看电视等习惯。即使早睡早起的习惯已经有所改善，这些因素也可能成为导致生活节奏混乱的突发事故，让早行习惯变得难以坚持。比如，如果你已经习惯每天早上7点起床，但因为周五晚上参加朋友的聚会而熬到凌晨3点，那么第2天很难再按时起床。对于自律性强的人，这种情况可能引发自责情绪，从而陷入真正的失败感中。应对策略：不用过于担忧，因为这些突发情况在向早行生活转变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以下3种策略可以帮助减少瓶颈的影响：预设例外模式，为深夜归家的情况和周末安排制定特殊规则，避免连续3天发生例外情况，学会选择性参与聚会或活动，以减少对睡眠时间的干扰。初期优先确保睡眠时间，后期优先固定起床时间。在习惯建立的前3周，优先确保足够的睡眠时间。第4周开始，即使出现睡眠负债，也要优先坚持起床时间，并通过早睡来快速补偿。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减少突发因素的影响，并坚持朝向早行生活的目标迈进。适合我们的睡眠时长与快速入睡的技巧。接下来第3部分，我们将探讨适合我们睡眠的时间长度以及如何改善入睡质量，以帮助获得早行生活的良性循环。这方面存在个人差异，因此无法一概而论，每个人都适用某种方式。确实有一些基因上属于短时睡眠者的人能够以较少的睡眠时间运作良好。此外，体质的不同、工作的性质以及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也各不相同，因此最好的方式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感受来决定。倾听身体的声音才是正确的做法。参考睡眠科学的一些研究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感觉睡眠质量好的人，通常每天睡眠时间在6小时以上；感到睡眠不足的人则大多每天睡眠时间在6小时以下。根据睡眠学权威、医学博士所撰写的提升睡眠力的方法，以下几点非常重要。如果希望健康长寿，适宜的睡眠时间为6至8小时；如果希望头脑清晰，适宜的睡眠时间为7至9小时。如果不是天生的短时睡眠者，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相当于醉酒状态，影响工作能力。研究表明，成人和老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是7小时，并强烈建议每天保持这一习惯。从中心点开始改变睡眠习惯。所谓的中心点是指为守住睡眠时间所需的关键行为或规则。建议首先从这些关键行为入手，比如每天按时入睡，可以记录睡眠时间
并观察第二天的身体状态，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长。守住睡眠时间这一中心点，会带动其他生活习惯逐渐改善。如何避免妨碍睡眠的行为？如果时间管理良好，却仍然难以入睡，可以检查睡前的行为。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妨碍睡眠的行为：睡前使用电脑或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睡眠激素褪黑素的分泌，使人不易入睡。即使感到无聊，也要避免使用电子设备。睡前阅读或工作，这些行为会刺激交感神经，进入紧张模式，从而影响放松，妨碍入睡。睡前看电视，和电脑、手机一样，电视的光线和刺激会让头脑保持清醒。睡前泡热水澡，40度以上的热水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清醒而不利于睡眠。睡前大量进食，胃肠需要能量消化食物，会导致体温升高，妨碍入睡。暴露在明亮的光线下，房间灯光过亮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建议将房间的灯光调暗，逐渐适应在柔和光线下入睡。睡眠行为的改善建议：通过避免妨碍睡眠的行为，尝试以下促进睡眠的方式：减少蓝光暴露，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屏幕，睡前30分钟调暗灯光，营造适宜的睡眠环境，选择温水泡澡40度以下以放松身心，控制睡前饮食，避免过于油腻或吃得太饱。这些简单的调整能够帮助建立更好的睡眠习惯，改善整体生活质量。当然，咖啡因也是禁忌，摄入咖啡因是清晨醒来的仪式，特别是晚上后，应该停止饮用。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促进睡眠的行为。第一个技巧是统一睡觉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方法。首先，将手机关闭并放进包里，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好习惯。在如今的时代，手机是影响睡眠的最大敌人。如果你有在睡觉前很难放下手机的习惯，建议在睡前2小时关闭手机，并将其放进包里，或者放在另一个房间也是可以的。如果去拿手机的门槛越高，越不容易忍不住去查看它。把手机丢进停在停车场的车里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接下来要介绍的促进睡眠的行为是听安静的自然声音或爵士乐等音乐。自然音或爵士乐等轻松的音乐就能成为您强有力的伴侣，避免听像嘻哈这类刺激的音乐。接下来的睡眠促进行为是将房间弄暗。正如之前所说，房间变得微暗时，褪黑激素开始分泌，逐渐产生困意。如果无法调节房间亮度，可以使用小灯或香薰蜡烛等来创造氛围。接下来的一个促进睡眠的行为是制定睡前仪式，可以通过以下活动作为睡前仪式：伸展、瑜伽、冥想、和家人慢慢聊天、深呼吸等。这些都是比什么都不做更好的选择。接下来的睡眠促进行为是在睡前2小时泡一个38度左右的温水澡。正如之前所说，40度以上的热水会刺激交感神经，导致无法入睡，而38度左右的温度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助于放松，促进睡眠。接下来介绍的睡眠促进行为是睡前3小时就吃完晚餐，因为如果胃肠消化负担过重，就容易难以入睡，所以最好在睡前3小时吃完晚餐。如果您在家里晚餐时间较晚，可以调整饮食习惯，或者回家后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接下来的一个促进睡眠的行为是进行夜间凉爽的活动，这取决于季节和环境，但在洗完澡后，可以到阳台上透透气，让身体降温。这也是作者最依赖的入睡仪式之一。洗完澡后，身体的热量被夜风带走，体温逐渐下降，外面也变暗，能够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希望这些方法对你有帮助。总的来说，降低体温并在黑暗环境中放松是关键。即使一开始无法快速入睡，也不要着急，只要您提前上床，已经算是进步了。在上床之前，避免做不该做的事，试着为自己制定一个入睡仪式，
这样您将逐渐能够健康的入睡。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